Hello，我们现在呢，准备要去大西洋滨海公路，然后在挪威这边啊，他们常常呢开车开到一半就没有路了，就船，对，就要坐船，就要搭渡轮，然后只是跨个海峡，可能就5分钟、10分钟。感觉我们这是第一趟渡轮，大概搭了10分钟吧，10分钟就眼睛已经看到快到了，对吧？所以说这边常常会搭到渡轮，之后还会有好几次。OK， 那第一次收看我们频道的朋友，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一趟环绕北欧4国——芬兰、挪威、丹麦、瑞典的露营车冒险之旅。这是我们的第9集影片啦。我们今天要穿越2个挪威非常著名的公路，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大西洋滨海公路，再来我们就要进入到峡湾里面，穿越挪威的精灵之路。好的，那我们马上就要过去喽，拜拜。大西洋滨海公路全长8.3公里，由8座桥梁横跨多个小岛礁石组成。这里的天气阴晴不定，天气好的时候呢，可以欣赏这里是挪威最美的海岸线，阳光洒在海面上闪闪发亮，美丽的小岛一个接着一个。不过一旦天气变差，转眼之间风大雨大，还有大浪直接打过桥面。难怪这里也被称为世界上最美却又最危险的公路。我们应该说是非常幸运吧。刚到达公路的起点的时候，天色昏暗，下着小雨，窗外的风呼呼地吹。没想到开着开着，一下子雨停了，天也晴了。这让我们一次能体验到这条大西洋滨海公路的2种截然不同的面貌，真的是太幸运了呢。好了，就让我们一起来带大家欣赏一下这美丽的大西洋滨海公路吧。是不是真的超级美的啊？傍晚的时候啊，我们在桥边拍照，突然呢来了好多的钓客，原来他们都是来这里钓这种挪威的青鱼。看着他们，感觉好像很容易就能上钩，于是老爸决定拿出他的钓竿也来试一试。结果搞了半天，我们一点收获也没有，反而是隔壁有一个当地的阿嬷，不一会儿的功夫，他就钓上来一整桶的青鱼。我看了看老爸，觉得我们实在是没什么戏唱也对老爸的钓鱼技术实在没什么信心，就决定先回了车上。又过了半个小时，老爸居然拎着3条青鱼走回了车上，我才想说，有没有这么厉害？结果老爸笑着说，其实是隔壁阿嬷送的。离开大西洋滨海公路没多久，我们就从海边进入到了峡湾的森林之中。道路旁的路牌
告诉来到此地的旅人，你已进入到了精灵 Sword 的地盘。精灵公路全长约5公里左右，狭窄的道路沿着陡峭的峭壁蜿蜒而上，道路的坡度极大，还有11个快要360度的超级发夹弯。虽然呢路况如此险峻，但路旁却有着雄伟壮观的峡湾风景，因此在每年夏季，每一天都有超过2500辆车辆通过。这里也是挪威最著名的观光公路之一。精灵公路只有在每年的5月下旬到10月才开放，其他的时间大多都被冰雪覆盖，过于危险而无法通行。从山谷底下顺着河流往上游看去，可以看见游客的汽车、露营车，甚至是观光游览车，一辆接着一辆蜿蜒上山。在道路的狭窄处，若是有上下的山的车辆要交汇，那绝对是考验驾驶技术的时刻。之后，我们也顺着公路慢慢向上，途中还要开过一座在峭壁之上跨越瀑布的小桥。从副驾驶的右侧车窗看去，可以一眼看尽整片峡谷以及两侧高耸的山壁。开着开着，我们就进入到了云雾之中，完全看不清前方的道路，只能顺着地上的标线慢慢前进。或许就是因为如此的险峻，也才让这条精灵之路增添了更多的美感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，也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才可以跟着我们继续冒险哦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